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婷張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特別來關心到的是美國的 F-35，難道真的被伊朗給擊落了嗎？今天會來做關心哦。美軍啊，這個它可是它的王牌神話，難道真的被打破了嗎？另外，來自於伊朗革命衛隊的說法，他們說他們命中了美軍的第5艦隊，還狂轟了以色列。這當中，我們也會來關心剛剛說的 F-35為什麼可以順利的如伊朗說的被打下來，是真的嗎？難道這當中有中國大陸幫助伊朗在雷達上面提供這個防守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先來看到這個是最新的進度哦，一架 F-35隱形戰機被伊朗的炮火擊中。這一件事情是開戰以來第一次 F-35被擊中。當然了 ，F-35的造價非常的貴，高達了1億美元。為什麼這一次會被鎖定擊中呢？難道是隱形技術真的當中出問題了嗎？還是伊朗的防空系統，或者是中國的雷達真的能夠鎖定抓住 F-35呢？將軍怎麼看？我認為現在可以看出來，因為打久了之後啊，會有任務的慣性就出來了。那任務的慣性被伊朗所掌握。因為這個以色列也好，美國的空中轟炸走廊，你這個是轟炸走廊一直在進出，伊朗採取哪個航線？是取到於伊拉克，還是先取到敘利亞，再取到伊拉克，再進入伊朗？你這個空中轟炸走廊被掌握了，一定是從那個地方進入，然後從哪個地方脫離？為什麼要這個樣呢？因為以色列跟美國的遠距遙攻武器跟精準制導武器用差不多了，那你就要飛進去炸。因為你遠距的用光了，那你就要進去炸，叫凌空轟炸，就到它那個空的，那你就不容易被發現了。因為現在伊朗全部的空域是禁航區，那禁航區你進來的那就是這個轟炸機或者戰鬥機啊，很容易。然後但是這個 F-35是匿蹤，為什麼會被鎖定？因為現在啊有地面的紅外線偵測系統，你這個飛機可以匿蹤，但是你熱沒辦法匿蹤啊，你要放熱啊。而且一般來講，它進入的時候啊，會有2個狀況。第一個，大速度熱特別，那你要發動機推力很大。第二個，它都有載彈，又有載彈又大速度，你的發動機幾乎都是火力最強，那很容易紅外熱就抓到了。沒有民航机，那這個热會跑，那這個就是任務的戰轟機，所以是變成這個狀況，要進入，然後又有IRST，因為這紅外線偵測器的 IRST 就抓到了，熱在跑。那就是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這任務機，那要對它實施鎖定，使它實施攻擊。第二個呢，那現在呢這些任務的慣性，空中轟炸走廊，還有空中加油走廊，慢慢經過大數据跟這個資料庫之後，都被伊朗掌握了。那不是光伊朗，其他的國家有沒有情報交換？伊朗絕對有情報交換機制，跟哪些國家我不知道，但是會跟很多國家交換機制，那提供給他，一提供給他的時候。知道了，有飛機出來了，人造衛星可以看得出來。現在人造衛星可以掌握出來，飛機起飛的那個機場，起飛的幾架 F-35，起飛的幾架 F-16，或者起飛的幾架的這個 F-15都有可能。那這樣一掌握着，馬上通報。這是起飛的，你在那個軍用機上一看起飛的，這麼外形一看得好清楚，掛彈了，一共起來了總共4架，另外又起來4架是掩護的，上面掛的是空 U 的外形，另外4架是對地的外形，你看那飛彈就知道了嘛，你就掛在外面嘛，就被掌握。這一通報之後，伊朗就收到了。所以因為你起飛人家一定看得到，那外形人家看得到，就知道這時候起飛一算，大概經過1個多小時就要到達伊朗上空了。那這個先等到就對了。它可以攔截。現在啊，把這一架的 F-35啊。已經把它擊傷了，換句話說，真正的沒有把它發動機打掉，是因為它是單發動機。如果打掉的話，飛機就根本沒辦法回來了。那下一次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可能擊落或擊毀？這種可能性慢慢變高了。所以我們知道，這衛星偵測系統還有最後一個破解的，我認為是敵我識別器，就是敵我識別器是 SIF 被掌握了。SIF 開這個碼出來的時候呢，美國收到，這是它的友機，但是同樣的，伊朗也收到，它就列為敵機。所以敌我識別碼也被伊朗掌握了，紅外線被掌握，敵我識別碼被掌握，轟炸的慣性的空中轟炸走廊被掌握，所以
以色列也好，美國也好，将來轟炸伊朗的任務的風險會越來越高。好，我們看到現在主控權似乎已經在伊朗手中了，掌握到了各種的資訊跟情報哦，導致現在 F-35這一次出了一個大意外哦，被視為是美國一個很重大的挫敗。那另外一方面，伊朗在這個時候繼續的火力全開，持續加碼。20日凌晨的時候，他們又在啟動新一輪攻擊，第64波真實承諾4的攻擊哦。這一次出動的是包括了無人機跟飛彈，直轟以色列的北部跟它的中部地區跟美軍的基地。伊朗的說法，當然了，美軍目前還沒有證實。他說他有連美國的第5艦隊都把他命中了，包括從他的反無人機的系統、燃料槽到補給中心、士兵集結區，伊朗革命衛隊說都已經被他掃一輪了。這一次的攻擊，我們也來看到畫面上 CG 有非常多來自於伊朗的各種的飛彈，包括了霍拉姆、沙赫尔啊、城堡破壞者等等，還說有這個高超音速導彈。不過我們特別來關心到的是他出動了這個他的新一代的無人機，這個是自殺無人機，包括了見證者1，而且這個是最新的改良型。被說就是這一次的關鍵殺器。那有什麼不一樣呢？跟過去這當中，專家說這一款巡弋的彈藥是經過大改版的，包括它有改過它的電動馬達等等。那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降噪，而且可以降熱，變得更難以被發現。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伊朗用它的新款的這個自殺隱形無人機掃射他說的第5艦隊，美軍防空體系還能有效的做攔截嗎？將軍又怎麼看？美軍的第5艦隊位置在巴林哈，其實在波斯灣的中間。當初美軍會選在這個地方，波斯灣中間當做他第5艦隊指揮部的位置，他就想說，我站在這個地方，大概整個產油國家、整個波灣都在他掌控範圍之內。但是沒想到這次的戰爭反而凸顯出來哈，它變成在這個伊朗的這種射程的範圍之內哈，因為巴林距離這個伊朗距離大概200多公里啊，隔一個波斯灣。那大概伊朗現在包括它的無人機哈，這個更不要說是導彈了，甚至於連無人機都在它的射程範圍之內。那現在我們很明顯的，我認為說，從去年的伊朗跟以色列的12日戰爭裡面，然後結束之後這段時間，其實伊朗累積了很多這個導彈的作戰的一個經驗。然後這段時間，伊朗革命衛隊也不斷的在研發它的新款的戰術跟戰法。我大概認為伊朗這段時間它有幾個跟去年比較起來有幾點精進的地方。第一個它的這種找到破解的方式，其實這個導彈攻擊當然你可以用愛國者3或者是薩德系統來做攔截，但是所有攔截方式有可能這個有時差或者位置設計上面，伊朗可能找到這種破解的方法譬如說去年這個2003年那次波灣戰爭，這個飛毛腿飛彈就擊中這個美軍的一個營區哈，那代表說是後來他們發現說是因為這個攔截導彈計算的時間錯誤，其實這有很多的科技元素在裡面。那伊朗是不是從中找到破解方法？第二個，我認為伊朗在這段時間他了解到他用飽和攻擊，我們不管是看他導彈的數量或者是無人機的數量，他採取的是飽和攻擊的方式。第三個，我認為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看到伊朗有很多新款的導彈出來包括到我們剛剛講霍拉姆沙赫爾這款的導彈它用這個極速彈的方式，還有尼斯導彈它不管速度，這個終端速度可以到14馬赫，甚至於說號稱是跳舞的這種導彈，也就是它利用橫向的噴嘴可以做這個左右的偏移那你形成它更大的攔截。但是對於無人機的部分我認為美軍很明顯的是輕敵了這幾次美軍出現的錯誤，我認為是輕敵所造成的。第一個，我們看到第一波陣亡的美軍官兵6個人，他們是被無人機打中他們這個基地裡面陣亡的。那整個過程之中，為什麼你美軍在這麼重要一個基地都已經開戰了，那你居然沒有這個派出對空監視哨？其實要打這種無人機，我覺得就軍事上的戰術層級來講的話，並不是很難，因為它時速這個見證者136，它時速只有100多公里。你不要說是用導彈了，你其實用這個快炮或者是防空武器都可以將之擊落那甚至於50機槍，4管50機槍，你都可以將它打下來。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是美軍這個沒有派出相關的警戒的措施哈。那第二個，我認為美軍從一件事情也看出來，他們過於疲累哈。這個他可能沒想到伊朗反擊的力道這麼大。然後譬如說我們這次看到美軍的 KC-135這2架空中加油機撞在一起，就很明顯的看出來，這兩架飛機的飛行員可能長期在這邊對戰機實施空中加油，過於疲累，所以造成2架飛機撞在一起。第三個，我認為美軍的官兵來講，有厭戰的心態已經出現了。這從什麼看得出來？我認為從福特號的這種所謂洗衣房失火，結果這個火居然燒了30天，沒辦法把它滅掉哈。以這個美軍這個福特號這麼先進的一艘這個戰艦居然滅火要滅了30天，這個是不是官兵訓練不足？甚至於我們懷疑是不是有人縱火哈等等因素。所以我覺得任何作戰最重要的軍事來講，最重要一個因素還是在人了哈。當這個美軍的官兵產生了輕敵的心態或者是厭戰的心態，我覺得代表美軍就算是你有再好的戰略跟指揮，你都不見得在這場戰爭裡面你可以討到任何一點便宜。好，那我們看到美軍的軍官現在在整場戰爭，除了厭戰、內部管理出現問題之外，還要持續的面對來自伊朗非常非常強烈的攻勢。那川普不是一直說，他說呢，這一場戰爭很快就要停下來了，但是現在好像又沒有辦法真的看到這樣子的跡象，因為來自於路透社最新報道說，難道接下來美國是真的會派地面部隊嗎？因為路透最新爆料，美伊戰爭進入新階段，川普正在考慮派地面部隊進駐到伊朗，而且不是只有報道這樣子講，從很多的跡象現在看起來似乎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包括了五角大廈正在準備追加2000億美元的戰爭費，國防部長說的，他說要消滅壞人需要錢。再來就是川普，你在增兵數千人要登陸伊朗的本土，還有2500名的這一些陸戰隊已經趕到中東，2棲艦隊也前往中東。最新民調竟然有超過65%的美國民眾認為川普會對伊朗進行地面戰，但是支持度只有7%，非常的低。現在問題來了，如果真的要打所謂的地面戰，美國有辦法打嗎？漢庭怎麼看？這個面對伊朗164萬平方公里的山地縱橫，還有將近500公尺以下的地下的長城，那當然還有100萬的兵力動員。如果美國真的要這麼幹，那到底會不會重蹈在伊拉克、阿富汗等的覆轍？其實是非常耐人尋味。好，那國防部長呢講說，戰爭就是要錢嘛，聽起來豪氣干雲，實際上也是對財政充滿了絕望，而且也可以看得出來美國當前兵力的局限。首先是財政的黑洞，每天就是10億到20億美元的消耗，目前短短3週已經花了120億美元了，現在還要再加個2000億，所以就一開始的這種所謂手術刀式的空襲沒有任何的效果。而第二，可以看到還要再加派2500名的海軍陸戰隊，而且還要從沖繩調動過去。對，所以已經把從亞太的這些戰略的機動量全部都搬過去，那就表示美國在全球已經是兵力的極度緊繃，你才要拆東牆補西牆啊，甚至包含把南韓的薩德系統也通通都搬回去。那但是民意支持嗎？竟然只有7%繼續支持。而且美國如果想要去複製過往，不論是在伊拉克啦，然後或者說要跟委內瑞拉，可能感覺上很快啊，反正就是把人給打跑了之後，他就分崩離析啦。但完全不一樣啊！如果我們單純從伊拉克跟伊朗來做比較的話，伊拉克当時呢，他的軍隊都是忠誠於個人，但是呢，在伊朗的革命衛隊，你看，就算哈梅尼不在了，但是呢，他的指揮權，他的所有的这個軍隊的權力，都是下放給每一個獨立的部隊，他們都願意跟美國繼續打。而且呢，伊拉克它當時社會整體比較分裂，但是伊朗呢，完全就是什葉教派深入人心。面對外敵入侵，你看到將近1個多月的時間，大家都決定繼續打。好，那再來一個國際環境也跟過往往往不同了。在2003年，當時呢，美國還算是國際的領袖，對吧？他一呼百應，他說幹啥就幹啥。但是到了現在，可以看到呢，川普的信用以及各種的地位都一落千丈，他要大家來幫忙啊，守住荷姆茲海峽。沒人理他，對吧？就法國、德國、英國都不理他，就連現在在見面的高市早苗呢，也不願同意。那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大家看衰啊，你美國覺得你是不是兵力越來越不行了，你實力越來越弱了？尤其荷姆茲海峽現在的實際掌控權就在伊朗手上嘛。
伊朗要誰過就讓誰過，伊朗不讓誰過就不讓誰過。那如果美國沒有辦法去展現它在全世界的軍事上的實力，自然呢，大家就會對美國產生看衰。所以這種看衰不是說我們這個刻意對美國不好啊，是目前的軍事專家跟國際專家，包含了前美國的官員，甚至許多的研究員、昆西研究所等等，都認為未來如果長期打下去，对美國自己是非常不利。所以可能如果真的要出兵到地面的話，很可能不是美國實力的展現，而是戰略透支的可悲結局。好，謝謝漢庭。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要持續的關心到的是美以伊的戰爭會停火嗎？看起來是沒有辦法了。納坦雅胡他去炸了伊朗的最大油田，但是他後來又承諾不會炸了。發動戰爭的原因現在正式的曝光，是不是美以在這一場戰爭當中可以聯手賺大錢，所以要打這一場仗呢？我們今天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第一個，納坦雅胡一向是強硬，為什麼這時候突然間決定停手，不再轟伊朗的最大能源設施了？那為什麼川普又要拖住這個納坦雅胡，要他不要再打了呢？美以現在在戰略的策略上面有沒有出现一些裂痕呢？這個是第一個問題。接下來第二個我們會關心納坦雅胡他最新提出來的，接下來他要鋪設中東的能源管道，而且這個管道是直達以色列的港口的，是代表這個是以色列真正的野心嗎？他其實就是希望控制整個中東的能源命脈，掌控全球能源嗎？但是以色列有這樣的想法，中東國家會甘心被架空嗎？第3個問題，今天來關心的是伊朗它攻擊卡達的能源設施，全球天然氣價格也因此暴漲。美國卻因為填補缺口在石油上面、能源上面的缺口，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廠商反而是股價狂飆啊！這場戰爭難道又是一個赤裸裸的以美國利益為操作的戰爭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場意外是發生在18號當天，怎麼回事呢？以色列當時他悍然的出手，直接轟炸的就是伊朗它最重要的能源設施。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關注到，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氣田，這個是南帕爾斯火光四射結果伊朗就進行了報復。反手狂轟在卡達跟沙烏地阿拉伯這邊的工業區，導致卡達的這個叫做拉斯拉凡工業區瞬間爆炸。革命衛隊說了，接下來油價會到$200。這個時候呢，我們看到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趕快出來喊話了，他說：接下來我們會遵從川普的要求，不會再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了。針對伊朗南部的這個天然氣田相關設施的攻擊，是我單獨行動，是我自己決定的，好像要幫忙劃清界限。那川普事實上他也在這場攻擊前，他曾經說過，我告訴過他，就是納坦雅胡不要這樣做，他不會再做了。我們的關係是很好的，行動是協調的。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將軍怎麼看？第一個，為什麼納坦雅胡的態度一向強硬為什麼這個時候好像軟化下來，他決定不再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了？川普為何要求以色列不要炸天然氣田呢？那美以的戰略現在有沒有分歧？將軍怎麼看？第一個我們要知道這個美國川普跟這個以色列納坦雅胡他們的戰略目標是完全不同的，因為納坦雅胡他的主要戰略目標就是要斷掉伊朗的這種作戰的這種潛力我將你油田炸掉，將你的能源設施摧毀之後，那你的油賣不出去，你就沒有錢，沒有錢你就沒辦法這個製造你的導彈就沒辦法對我以色列攻擊，我以色列就可以確保我的安全。可是美國這一次我們看出來，美國川普來講的話，他瞻前又顧後的，因為如果說這次他負擔的責任比以色列要大很多，他要考慮到自己國內的通貨膨脹，要考慮到他的期中選舉要考慮到盟國的態度，所以說這個川普顧慮的事情很多。那我認為這次以色列納坦雅胡是刻意去炸這個油田炸這個天然氣。天然氣的這種，所以南帕爾斯天然氣的這種天然氣田，炸掉以後
就是要把美國拖進這場戰爭裡面，讓美國沒辦法脫身哦。當然，你要知道，去炸這種油田對全世界來講哈，對川普來講的話哈，這個是殺敵1000，可是自損會1萬。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油田一炸，昨天哈，這個包括到能源的價格立刻就暴漲哦。其實最傷的是美國。我認為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已經不是一場純粹軍事上的衝突，而是變成一場混合的戰爭，尤其是說已經變成一場能源的戰爭。那納坦雅胡也看出來美國的這種短板在這個地方，我只要去炸油田，你就必須這個反擊。如果說伊朗就會反擊哈，伊朗如果反擊，造成全球的能源價格暴漲，那苦的是誰？苦的是川普。川普可以说現在哈就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那雅胡做這種動作，其實是陷川普於不義。所以，但是我不認為納坦雅胡哈這個他講的話會算話。他說，哎，我以後不再炸油田了。那我們從以前幾次的戰鬥，這次這個美國跟伊朗的戰爭，我們從幾次的戰鬥都會看出來，能源是美國最大一個短板。譬如說第一次以色列去攻擊伊朗的油田，我們都知道。造成所謂德黑蘭下了黑雨，那時候美國就罵了髒話，罵以色列罵髒話，你幹嘛去攻擊油田？那讓伊朗更師出有名去攻擊周邊海灣國家的能源設施哈。那第二次我們看到美軍哈去炸哈克爾島哈，哈克爾島炸了半天，其實他只炸軍事設施，他並沒有不敢去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因為他知道如果攻擊伊朗能源設施攻擊的話，那後面伊朗報復起來會造成全球的一個通貨膨脹。那這一次哈，這個以色列，我覺得他是刻意去攻擊這個南帕爾斯的天然氣田哈，然後讓伊朗來反擊。那伊朗當然這次就毫不客氣啊，就對包括到這個沙特啦、阿聯酋啦、卡達啦這些天然氣攻擊。那當然伊朗沒有在怕的啦。我們看出來，伊朗這次就準備拼個你死活，因為如果說造成全球的通貨膨脹，最不利的是美國嘛，因為美國雖然說美國自己有產油，可是當能源漲價、油價格上漲之後，最傷的是美國老百姓。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川普的短板。那這場戰爭已經變成一場能源大戰。好，這場能源大戰，這個看起來美國相當的不利，但是也沒辦法，对美國相當不利，但是也沒辦法。現在川普似乎就是被納坦雅胡牽着鼻子走。那納坦雅胡的動作還不止如此，他現在有一個新計劃，那也被視為是為什麼他這一次要發動這一場攻擊的原因，是這樣嗎？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說。他說，接下來他想要做的事情是鋪設石油、天然氣的管線，能夠讓他這個能源穿越到阿拉伯半島，直達以色列地中海的港口。畫面上我們來看到，他希望簽的從海灣國家就能消除對於這個荷姆茲海峽的瓶頸。他說這是他後來他思考的戰後最大的一個變革。那是不是主要以色列就是想要掌握全球的能源命脈，包括天然氣跟原油呢？那漢庭又怎麼看？想是想了，但現實上也做不到。我們先說一下他的這個計劃。第一個呢，當然是能夠躲避掉這整個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對吧？你封鎖歸封锁沒用，因為我有另外的一條道路。那第二個呢是，如果它一旦能夠建成的話，那以色列呢，它就能夠從單純的能源进口國，然後呢跟这个所謂的這個紛爭國家搖身一變，它就成為了守護大家能源，並且呢，如果歐洲都需要油的話，還要從我以色列這邊拿，都從我以色列這邊出，我還可以收過路費。那而且一旦建成，那像是沙烏地阿拉伯啦、阿聯酋啦這些產油國家的經濟命脈，就會跟以色列有深度的綁定。那這不僅是能夠帶來純粹金錢上的收入，而是以利益作為一個紐帶，那把這些國家通通都跟以色列團結起來。但是呢，這個想得很好，現實上根本不可能。第一個是政治障礙，中東這些國家這昨天才共同發布聲明，譴責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所以我怎麼可能昨天譴責完你，然後馬上跟你來開發合作？根本不可能。而且第二個，這個主要的目的是說，我們要繞過荷姆茲海峽的封鎖。那現在已經有啦，已經有替代這個的管道啦。首先呢，這個沙特就有東西管道，阿聯酋也有叫哈布尚富查伊拉管道。雖然它的運力總和不及荷姆茲海峽，但是呢，這兩個管道都是由本國完全掌控，很安全。
如果再搭配以色列，還要再搞一個新的，我還要再經過約旦，那未來這個風險不是轉移到你身上而已嗎？仍然有風險。而且第三，那我跟以色列深度綁定，那我不就變成是伊朗的這個靶子了嗎？那未來我會不會遭到這個什麼黎巴嫩的這個攻擊跟襲擊？我還要耗費大量的成本去維護，還要躲避這些攻擊。而且最關鍵第四個，遠水難救近火嘛。蓋一條管道要多久？好歹要10到15年，要投入上千億的美金。那現在能源不夠，你講以後10年的事情有啥用呢？所以就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好，那我們也看到，那這一場能源戰打到最後，到底是誰獲利呢？除了以色列希望能夠掌握能源命脈之外，現在看起來，難道美國跟以色列也有從中獲利嗎？我們來繼續看下去哦。這一次这個伊朗的報復行動攻擊到的，剛剛提到的是卡達的天然氣工廠嘛。那確實也因為如此哦，所以呢，它的廠區17%的產能就被摧毀了。這一個工廠本來它出口到的國家包括了有意大利、比利時、韓國、中國等等，現在這些合約就等於是幾乎作廢，全部暫停。那現在預估這個產能要修復要3到5年的時間，天然氣價格當然是一瞬間狂飆了35%哦。現在各國都在掀起的是搶氣大戰。那現在來看到是不是美國有因此受惠呢？因為我們來看到天然氣的產量，目前第1名是美國，第2名是俄羅斯，第3伊朗、中國、加拿大跟卡達等等。我們看到美國的天然氣的公司的股價，更是在這個股價方面也表現出來是狂飆升的，所以看起來，難道這個天然氣的波動是在美國這當中有因此受惠嗎？將軍怎麼看？我認為它是有受惠，因為天然氣價格如果因為戰爭的關係而減產，那美國是第1大天然氣的生產國，它大概每一年大概將近1兆，就是1萬億立方公尺，當然它就把它液化，你要運出去不能只是氣嘛，你把它液化。我們家裡面的桶中瓦斯都是液化天然氣，都液化是這樣。那美國世界上儲量最多，然後現在產量最大，那當然賺了錢。但是問題是因為伊朗戰爭呢，所以它是賺小賠大。天然气你賺了，但是戰爭的那費用，你看剛剛看到要加2000億耶，目前的已經打了3個禮拜。已經花了200億美金呢，你天然氣能夠賺多少？賺不到多少，但是你賺小賠大。所以當初我認為他這個美國戰爭有失算，造成戰爭危。為什麼？伊朗的對等報復發揮的功能。那個以色列只要炸伊朗的油田，他也炸油田；以色列只要炸他的煉油廠，那伊朗也炸煉油廠。哇，那這樣子，那大家現在川普講，別再炸了，你再炸的話，我們現在的產能都不夠，全世界都會造成能源荒。是這個樣啊，所以伊朗的對等的報復產生了效果，所以這個川普有約束納坦雅胡不要再炸了，是這個意思哦，因為會造成全世界的恐慌，不是只是美國跟以色列的問題，所以這個戰爭呢已經外溢到人員的問題去了。那美國當初失算，美國過度樂觀，打4天，現在已經進入第四個禮拜，因為已經3個禮拜打完了，還沒有看到還沒有一些效果啊，那外溢了，那或者說失控。然後他認為人民會揭竿而起，結果沒想到現在好像越打伊朗好像感覺到越團結，裡面的這個示威抗議遊行好像變得不見了嘞。那換句話說，可能伊朗內部的內聚力產生了，那會造成美國跟以色列這方面壓力會變大，是不是這樣子？然後另外一個戰損也變多了，以色列跟美國的戰損變多，戰損變多壓力就更大。所以你因為戰損多，美國沒有第一級奏效，而造成美國國內這個人民支持這個美軍對伊朗動武，整個是貼在谷底，根本沒人要支持，沒人要打仗，好像這個穩賠不賺，你賺天然氣算什麼？那小小的啊，但是你丟掉是整個大的，所以一直來看的話，就是最重要，症結在什麼地方？欠缺了戰爭的正當性。是以前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那是聯合國授權，那這一次對伊朗動手，聯合國完全沒有授權你就動手了，而且還在談判當中動手。你這個是在戰爭道德上面就居於下風，所以你怎麼樣說服老百姓，老百姓都不支持。那所以因為戰爭外溢到，感覺到美國跟以色列還蠻吃力的。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
好，接下來我們要持續關心到的是，這個川普真的失控了嗎？我們現在要來看到的是這個白宮有一場看似是美日同盟的一場會談，結果變成了大型的羞辱現場。川普當着高市早苗的面直接翻出了歷史傷口。他提到了當時的珍珠港事件，他語帶奚落的說：“誰比日本更懂奇襲呢？”高市愣住，也只能強顏歡笑。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Right? You know, he's asking me, do you believe in surprise? I think much more so than us. 好，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早苗被奚落了之後，现在畫面呢，從畫面上看起來真的是尷尬的要死哦。那川普呢，當時他也要求了說，日本你應該要護航荷姆茲海峽，結果沒有想到高市他也暗藏玄機，他怎麼樣反將川普一軍呢？他搬出美國起草的這個日本憲法是有限制自衛隊行動的，所以他公開對美國說的意思是這樣嗎？不是我不幫你，也是當年你把我給綁住了，所以我沒有辦法出動我的自衛隊啊，所以這個高市早苗有沒有希望趁機在這個時候修憲，向美國討價還價？那美國總統川普今天在這個場子說這樣子的話，有沒有當場羞辱盟友的意思？酈將軍怎麼看？這兩個國家元首在一起我覺得川普講這種話，對高市早苗講這種話我用台語來形容，叫做孤丘逼不畏，逼丘孤逃爹爹，就是50步笑百步的意思。然後之前這個美國這個現在川普來講，在譏笑說日本當年用偷襲的方式打我美國可是你川普現在不就這次也不宣而戰，對人家伊朗發動攻擊，尤其是這次，這個伊朗本來一直認為在2月26號的時候。這跟伊朗這邊談判還有一些進展大家雙方有機會達成一個共識可以簽下一個和平的協約，就沒想到這個美國居然用偷襲的方式，其實就軍隊來講的話也是不講武德，因為你沒有經過宣戰，不符合戰爭法，也不符合國際的規則當然那時候日本偷襲珍珠港造成美軍來講的話有2400人的陣亡這個美國將當天定為國恥日是非常羞辱的一天，當然之後也因此而展開所謂的太平洋戰爭那最後當然是美國能夠戰勝日本。那時候麥克阿瑟到了日本之後，草擬了日本現在的所謂和平憲法，所以日本現在的和平憲法限制他自衛隊，限制日本的軍隊不可以到國外去作戰，是那時候麥克阿瑟這個幫他擬定的。那現在你川普居然叫人家高市早苗要出兵到荷姆茲海峽去護航，那這個我覺得高市早苗這時候也很尷尬，歷史都是很弔詭的高市早苗講這種話，所以我當初就是被你閹割的那你現在你叫我怎麼去幫你打仗呢？我就手腳被你綁住，我沒辦法幫你打仗但是很明顯的，以高市早苗他一直想要，我們之前討論過很多次了，日本一直尤其是高市早苗他右派的思想極想恢復所謂的軍國主義，那也想修改所謂的和平憲法這個在這種狀況下，那會不會利用這次的機會跟美國要求這個放寬他的自衛隊的能力，讓他有機會能夠修改他憲法那恢復所謂他自己所稱的一個正常國家，讓他軍隊可以參加海外的活動。我覺得這方面來講的話大概日本是打這種算盤，但是美國會不會同意？我覺得以川普來講，他有機會會同意，因為現在我們很明顯看出來，川普這場仗他已經證明一件事情，他不能夠同時應付全世界的兩場戰役，他光打個伊朗都已經是這個兵力相形見絀這個兵力不夠支配跟運用。那如果說在亞洲這邊，他當然是希望日本承擔起這個責任。那我想說，日本也願意利用這機會恢復他的軍國主義，建立他所謂正常的國家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國家元首見面，極可能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了。那美國將這個太平洋亞洲地區的防務責任交給日本，那日本也借這個機會來這個取消他的和平憲法的限制，讓他可以恢復所謂的軍國主義，建立一個他自己所稱的一個正常的一個國家。
好，現在面對這一場美伊戰爭，其實川普的壓力很大哦。他尋求許多的盟友來幫忙護航荷姆茲海峽，那大家都說不，只有一個日本現在是不是有考慮要來協助突破憲法來協助美國呢？那另外一方面，川普的壓力除了來自於國際之外，還有來自於因為這場戰爭導致國內的經濟現在幾乎已經快要失控了。我們來看到幾個重要的指標哦，就是川普引以為傲的這個美股道瓊下跌幅度超過200點，那標普納指全部收黑，原油當然呢，它的期貨也有受到很大的影響，盤中突破每桶$100。聯準會主席鮑爾已經警告了，油價上漲接下來會持續的推升通膨。財長說了，可能接下來會宣布要鬆綁伊朗的石油制裁，來緩解目前油價太高的這個危機。美國的國債最可怕的事情是一直狂飆，到現在國債正式突破了39兆美元。7個月前要知道，當時還是37兆哦，那現在已經到39兆了。那預估到秋天可能會高達40兆美元，戰爭燒掉的成本也非常的高。漢庭怎麼看？川普還打得下去嗎？炮火一響，黃金萬兩；美債一漲，霸權虛晃。所以古往今來，任何霸權的更迭呢，不是死於外敵的入侵，就是死於自身戰略的擴張跟財政實力的嚴重脫節。所以美軍呢，現在這樣子大搞，但實際上啊，目前第一個能源失控，油價飆漲，而第二個就會導致通貨膨脹死灰復燃，甚至呢，本來的這個所謂降息也要被取消。所以這對於要連任的川普絕對是巨大的打擊。而第三，也就是當前的財政黑洞，目前的美債已經高達將近40兆的美元。而且這些支出還要不斷的上升，所以目前的這個戰事已經燒掉120億美元了，而且未來呢還要再繼續增加。好，根據美國智庫戰略國際研究中心的估算，未來如果2個月總花費會在400億到950億美元之間。但這個只是看得到的哦，另外更可怕的是信用溢價的喪失。什麼意思？就全球的投資者看到美國為了要打一场排名16的國家，然後呢你也打不下去啊，然後你還瘋狂印鈔，甚至還要向盟友抽血的時候，那麼誰還願意繼續持有這個債權呢？所以橋水基金的創辦人達里歐他就講說，如果美國繼續這個打得不咋地，那未來很可能美元就會持續走跌，也沒有人願意去購買美債。而如果美國想要繼續大家來購買美債，那怎麼辦呢？那就增加利息，增加利息，哇，那美國又繼續還不完，所以它的發債難度跟還債的難度都會不斷的增加，形成了惡性循環。那怎麼辦？又繼續發鈔票，這對美國的財政都是雪上加霜。所以，這個當它的地緣政治以及地緣的信譽破產，就是大家之所以要用你美元，就是看你美國有軍事實力，就看你美國有償還能力。那如果在伊朗的這一戰，美國都沒有辦法好好的發揮跟展現出來，那大家當然就拋售美元啦，不會再購買美債啦，大家就看衰你美國啦。那長期以來，這對美國的打擊才是大的。所以在短期來看，川普為了要應付他的期中選舉，一定呢會幹嘛？哎呀，這個我們他會草草結束啊，我們勝利了啊，對吧？然後呢就下台了。所以呢，國內的政治壓力以及金融壓力都會讓川普啊一定要在可能的最快的時間來有一個戰術的勝利，或者是戰術的收縮來作為結尾。好，這是川普來自於經濟上的壓力。不過呢，人在衰的時候，是不是連自己人也都不挺自己人？因為我們今天要來看到，其實有3個人這個時候也突然間站出來說，其實美國你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打這一場不必要的戰爭。我们來看到哪3位？第一個是阿曼的外長，他直接開炮，就直接說了，攻打伊朗是美國最大的誤判，美國已經失去對外交政策的掌控，而且我們波灣國家原本啊是享有和平繁榮的，現在卻受到威脅了，全是因為你川普的原因。第2個人是美國自己的情報總監，他說呢，伊朗根本沒有急迫的核威脅啊，這個核威脅至少需要10年才能研發打到美國的武器。第3位是最近我們在討論的剛辭職的這位反恐中心主任肯特，他爆料，他說呢，哈米尼是一個保守溫和派，他說他一直在緩和所謂的核計劃，是美國自己再去想有威脅。這3個人的言論，張將軍怎麼看？難道美國是被以色列操控嗎？我認為他是被以色列控制了，被以色列錯誤的這個把他帶偏了。那個結果美國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這是讓美國犯下了重大的戰略錯誤。因為以色列要利用美國3件事情，剛好美國上當。第一個，
以色列要利用美國在國際的影響力，全世界這個國際影響力最大的首屈美國。這個以色列這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如果沒有美國背書，那以色列是面對非常大的國際壓力。穆斯林國家，穆斯林人口有18億人口，跟穆斯林国家相關的將近有50个穆斯林的國家是有穆斯林的。那你這樣子是不是把美國拉進來？國際的壓力由美國去面對，由美國去擋，是不是這樣？還有美國可以揪團，美國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員國，而且是戰力最強大，那美國揪團嘛？結果當然美國揪團，後來德國也拒絕，意大利也拒絕，西班牙也拒絕，澳大利亞也拒絕，那是後來的事情。所以以色列把美國抓進脫水，是第一個，就是有國際的影響力讓美國來背書；第二個是美國的軍火優勢，美國在中東的駐軍現在就有5萬多人，那還不包括後來調動的徵兵的這個增加軍事上的部署。那這樣的話，美國在巴林、卡達、伊拉克、科威特、阿曼，還有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都有駐軍，還包括敘利亞，剛好是不是？我剛好用你美國現在的駐軍5萬多人，現在可產生戰力啦。那美國的這火力也優勢啊，美國不只是 F-35、F-22也進駐了，空中加油機也進駐了，甚至包括了 F-18，還有包括了我們所說到的那個美國的 F-16都進駐，包括美國的 F-18。是。那這樣的話，是不是你這時候就為以色列去消滅伊朗的核武設施，就被牽住了嘛？第三個，全世界最大的航母的國家是美國，美國有航母優勢，因為要知道要形成一個戰略犄角，以色列去對這個伊朗實施轟炸的時候，但是以色列的南邊怎麼辦？那有美國的航母，林肯號航母也好，或者這個福特號航母也好，做戰略牽制，這樣的話，這個伊朗的這個南部的部隊不可能調兵北上。因為被美國的航母所牽制住了，一定要形成一個戰略犄角。所以我們可以從《孫子兵法》來看呢，上兵法謀，其次法交，其次法兵。你看看，你要先以極限施壓來逼伊朗來談判解決問題，結果沒有了，要打起來。上兵法謀，其次法交，其實才是用兵呢，就走到第3步。所以按照那美國上當了，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現在騎虎難下。你能不能這個連洗一半呢？能不能說不要了？不行了。所以你看，美國在這一方面，我認為這個沒有辦法。本來說要打4天的，我看呢，不是打4天，打到4月份可能還要再繼續打下去。是，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關心10艘的05萬噸大驅現在全面的成軍。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現在中國大陸解放軍在第一島鏈，它的戰力是否全面改寫呢？另外，我們來關心的是南昌艦1對2震懾外敵。今天就這些議題來一起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現在海上霸權重新改寫的原因，就是因為東莞號跟安慶艦呢，它已經正式的列裝到東部戰區了，也就是代表05大驅現役的數量正式的突破了10艘。我們要知道哦，其實在短短的6年就有10艘成軍。當時從這個2020年首艦南昌艦開始算起的話，其實成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05大驅的戰力，帶觀眾朋友也稍微來看，萬噸級排水量，112個單元垂直發射系統，具備區域防空、反艦、反潛、對陸打擊等等的能力哦。一艘05大驅就是一個海上的作戰節點，被視為是航母編隊的帶刀侍衛。這麼快，6年期間10艘，代表什麼樣子的一個動員能力？10艘大驅對於未來解放軍整體的戰力的提升有多大？將軍怎麼看？馬漢美國的戰略學者叫馬漢他提的海權論，他特別講了一個觀念，就是哪個國家能夠掌握到海權，他就擁有這個全世界的財富那我們看到，從最早的時候是英國掌握了海權，它等於說建造一個所謂日不落國的一個帝國。然後2戰之後是美國掌握全世界的海權它現在有11艘航母部署在全世界各個節點，所以變成美國是超級的一個大國。
那中國在這方面當然也看到了，所以他積極的在發展他的海軍的作戰實力。那從最早的他所謂的沿海的海軍，沿海海軍就是說你的軍艦只能在沿海走，不能在超過陸上掩護的作戰距離。那到現在所謂的遠洋海軍就是深海海軍，深海海軍就是它有航母戰鬥群它整個航母戰鬥群開出去，它可以張開一張保護網，保護自己的艦隊。那因為有海上海權，它就可以實施海上的運輸這個海上這個海運的安全，它就可以維護到自己海運的安全確保到這個地方。所以海權對任何一個國家到現在看起來是非常重要的。那中國大陸來講，它這個你看看055這個真的是超過我們預期的造艦速度從第一艘南昌艦舷號1洞1到現在第10艘舷號11洞東莞號跟安慶號正式入列，中間也不過就6年的時間，居然有10艘的055這種大型的驅逐艦可以入列服役。除此之外，大家不要疏忽了。中國大陸來講，052D 這款的也是屬於驅逐艦，也是戰力很強的驅逐艦，它總共也有36艘另外還有3艘的航母，這個也已經入列服役了。之後可能第10艘航母也即將有可能在短期之內就會成軍，所以我認為這個就中國大陸來講的話，它海軍實力已經很明顯的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快速的上升。那反觀美國來講，這時候它海軍顯現出來，它這個力有未逮包括到我們這次看到福特號它的失火，還有它的兵力航母調配的不足，甚至於傳言中它已經退役的尼米茲號，因為這次的中東戰爭都要重新再回來服役。我覺得從這邊東升西降的態勢已經很明顯了。那未來中國大陸應該，如果它055大區持續的建立，它的航母戰鬥群持續完成之後，我覺得它未來的戰力就不再只限於這個所謂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它可能就可以突進到這個太平洋、西太平洋，甚至於到印度洋的可能性都很大。那時候很快的，我相信中國大陸在短期之內就可以看得到他們所謂建立他们海權的國家，可能繼美國之後，世界崛起新的海權國家。好，海權霸權，中國大陸正在崛起當中那我們也稍微看一下現在整個中國大陸解放軍它的這個萬噸大區，它所放置的位置、部署的位置，在北部跟南部現在呢是各有4艘，所以這樣加起來是2艘嘛。那再加上剛剛我們講的那2艘的話，就是東莞艦跟安慶艦加起來總共是10艘，等於說第一島鏈現在全部都已經排好陣仗了，那可以來做完整的封控，就是它北部有這個朝鮮跟黃海，中部有台海跟東海，南部則是有南海，可以做到完整的區域拒止。張將軍怎麼看他的戰力？我認為這樣現在在很積極的做這個萬噸這個大區我認為他的考量，中國大陸考量是要讓這萬噸大區變成海上火力堡。為什麼它112組垂發，上面可以掛到這個我們講到的這個反艦巡弋飛彈，還有這種海上的我們的紅旗海紅旗防空飛彈。那這樣的話，變成海上火力堡，為了它的單元最多嘛，112個，然後旁邊它不會單艦作戰，旁邊有飛彈護衛艦跟飛彈巡防艦陪到，因為加強制空，還有加強水下作戰，這樣它就安全了。然後它變成這個海上的火力堡，112個組出去，你看看那個形成多大的這個火力。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認為中國大陸的考量是考量到航空母艦在未來作戰它的前瞻性，航空母艦在未來作戰的這種戰略價值慢慢降低了，是要大量的去做航空母艦，我認為會所惠不知，而且變成事倍功半。怎麼說呢？因為航空母艦是盾重性，它出來的時候，旁邊飛彈巡洋艦、還有飛彈驅逐艦、還有飛彈護衛艦都要跟到，下面還要有一個這個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在做水下掃蕩。哇，盾重性太大了，每次出來的時候，這個陣仗那麼大，那這樣子的話，很容易形成戰略打擊目標。陣仗太大，盾重性太高，你所能夠發揮的這種作戰的戰力就會相對的受到壓縮。第二個。高價，你這航空母艦跟萬噸大區比起來，航空母艦貴多啦。對，我們看美國一個福特號，美國一個布希號，就要130億美元。哇，這個
你看看那個價格多大，高價性。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我把它變成萬噸大旗，可以做10艘萬噸大旗，不是很棒嗎？它是這樣的，變成一個海上活力寶，又可以保持機动性，又可以保持活力的大旗，不是很棒嗎？這是我們講的，這是這個高價性。第三個，航母的風險越來越高，包含超音速導這個彈道飛彈打它。無人機群也可以打它，蜂群戰術或者蚂蟻雄兵去打它。還有一個水下無人機、水下無人器，就去攻擊它。所以現在航空母艦到處這個心驚膽跳啊，有的從太空過來的這彈道飛彈打它，對不对？我們講東風24或東風26都可以打航母的，是不是？那現在無人機的大家是無人機的天下，這個蚂蟻雄兵就過來了。所以現在航空母艦呢，整個的戰略價值慢慢降低。那要取而代之是什麼？萬噸大驅嘛，你要找一個海上活力寶就出來了嘛。這個換句話說，這個萬噸大驅它以後變成海上作戰集群。我不是一艘出去，我旁邊帶的2到4艘，這個一個集群就出去了。結果可能發揮的機動性，可能發揮的打擊力道還不輸航母。結果航母那麼貴，那既然萬噸大驅可以做取代，那幹嘛不發展萬噸大驅？機動性快，機動性高，隨時可以出去應戰。那这不是，那這樣的話，為什麼這種本小效高、事半功倍的這個萬噸大驅不用呢？我認為他已經看到未來前瞻的海上作戰的特性而做修調。好，所以10艘的萬噸大驅也代表這個解放軍看到這個未來新型戰場的策略正在改變哦，改成這種比較具有機動性的這個萬噸大驅來在戰場。那現在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畫面，我們也想要了解一下，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突然間釋出，就是南昌艦了。這時候服役6週年，它現在官方釋出的畫面就是南昌艦以1敵2，逼退外敵。重點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公布？漢庭怎麼看？在這個節點呢，公布以1敵2，就是要告訴世界，當某些強權正因為戰略的誤判，在中東失血的時候，西太平洋的海上長城仍然穩如泰山。那根據所公布出來的資料，是在遠海遭遇了2艘外國的軍艦船。那據目前的分析呢，可能是某國家的阿利伯克級的驅逐艦，還有附近的一些補給的艦隊，那他們來跟蹤啦，他們來騷擾啊。最後中國大陸的南昌艦，就透過不斷的迂回，透過不斷的這些運作，然後這個成功的逼退了對方。那在此時此刻，它的披露其實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呢，是在戰略的期間，目前美軍正從沖繩還有日本調離了大量的精銳前往伊朗的戰場。所以亞太兵力呢出現了近10年以來的一種真空感，所以這個時候呢，南昌艦它的強悍表現是在警告一些如果有人想要投機的勢力，對吧？就算美軍主力東調，中國海軍呢仍然是有很強大的優勢。第二呢，這也是一種展開軍事的透明度跟自信的提升嘛。過去強調韜光養晦，現在呢就是要威懾，而且還要宣傳啊，告訴大家自己是有實力的，而且已經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再來第三呢，總會有人覺得，你看大陸是紙老虎啊，你看這個美國可以兩邊都開戰啊，對吧？那出來了一下，總是要能夠證明中國大陸在近海第1跟第2島鏈的時候，還是有非常強大降維打擊的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做給國內的民眾跟軍隊看的，幹嘛呢？要傳遞，強軍有我，戰之能勝。在影片裡面呢，有海軍南昌艦的女兵，她就回憶當時的一個氛圍。她說：“我要把好舵，要聽清舵令，國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時候到了，祖國利益高於一切，包括生命。”哇，這當然就是宣傳滿滿的愛國感啊。那我們也要問，那不知道。